特斯拉的擎天柱到底有没有用遥控？我认为肯定用了。为什么这么肯定呢？看现场的视频就明白了。先看这里啊，当路人伸拳的时候，擎天柱居然立马就 get 到了游客的意图啊，并做出了碰拳的动作。像这里就更夸张了，连这个女士要做爱心手势的意图啊，都领会到了，并精确的做出了动作。讲真啊，要是特斯拉真的搞定了这种级别的具身智能，老马早就狂吹3天3夜了。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物理交互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呢？这里就不得不提目前最热的模型了，视觉语言行动模型，简称 VLA。简单来讲啊， VLA 就是把视觉、语言、动作3个模块整合在一起，它可以直接把语言指令和机器人看到的画面映射成一组动作。本质上呢，也是一种端到端的架构，一端是语言指令和机器人眼睛看到的画面，另一端呢，则是每个关节的转动量，跟自动驾驶端到端把路况场景直接映射到油门刹车控制非常类似。成熟的 VLA 应该能像人一样看懂场景，听懂你的命令，知道它要跟场景里的哪些物品做交互，最后呢，把命令直接转换成机器人各个关节的运动，完成一连串的动作。我最近呢，就通过仿真玩了一下英伟达的开源 VLA 模型 GR00T， 可以看到，当我下达一个把青椒放入锅里的指令， VLA 确实能不错的完成任务，并且就算我把场景和物品做一下改变，比如换个物品的种类，调整一下物品和锅的位置，GR00T 还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可以说它并不是靠死记硬背固定的动作来糊弄我的，整个过程都是由 VLA 模型端到端驱动的，没有任何对场景的数学物理建模。看起来不错啊，那么把 VLA 往机器人身上一装，交互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别急啊，我发现现在的 VLA 至少还有2个致命的缺陷。第一点，成功率太低了，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你看啊，在我10次尝试中，只有6次是成功的，失败率高达 40%。官方的统计也显示GR00T 在不同厨房场景下的正确率参差不齐，最高也只有 64%， 最差呢甚至只有 28%。更关键的是当机器人抓取物品失败的时候，模型不会尝试矫正自己的动作，而是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搬运空气，这就表明它没有真正的理解命令的本质。第二个缺陷，泛化能力太差了。当我给它一个训练数据里没有的指令，比如把东西放到桌子上，它好像完全就听不懂了，基本上就是重复训练过的动作，依然呢把物品放到了锅里，最后运行了10次，成功率是0%，丝毫没有智能的感觉体验完 GR00T 之后呢，说实话我也是大失所望，大概率目前你能刷到的那些号称由 AI 驱动的交互演示，很可能都是经过剪辑的，把表现最好的一面剪辑出来，真实的泛化能力一塌糊涂，换个场景可能就完全不行了，更或者没准背后就是一个打工人在遥控操作也说不定了。正是因为 VLA 的这些问题很多科技圈的大佬都看不上它。像宇树科技的王欣欣就说过VLA 就是一个傻瓜式的架构。等等， VLA 不是最新的研究方向吗？没有潜力，大家为什么还要研究它呢？其实 VLA 根本算不上是机器学习的范式突破，它只是强化学习走不通之后的吃老本而已本质上还是模仿学习，只不过呢多了个语言的模态。其实之前机器人互动的至高秘籍是强化学习，毕竟不要数据，只要简单的搭个仿真场景，让 AI 自己不断的试错也不需要人类监督，靠环境反馈自己学就可以了。强化学习可以算得上逼格非常高、非常性感的新范式，但它在机器人界干了这么多年没有突破强化学习的 AI 能学会开一个门，但是换个门呢，又得从头再来再训练一遍，泛化能力更是差得离谱。行业回头一想，算了，还是模仿学习比较靠谱虽然逼格不高，至少能用于是 VLA 就火了。大家期待通过大量数据的训练，加上融合语言模态VLA 也能像大语言模型一样涌现出泛化的能力。很遗憾这个目标现在还很遥远。那么机器人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呢？不同的大佬有不同的想法我总结了一下，大致可以分成2派。第一派让 Scaling Law 发挥作用，用白话讲呢，就是继续卷模型参数，卷数据，卷算力。首先你要知道，用于训练 VLA 模型的数据真的太少了，
大多数的数据呢还是通过仿真生成的。机器人领域最缺的就是数据了。不像大语言模型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语料都可以作为训练数据。VOA 需要的是高质量的视觉、语言、动作3模态示范数据收集的成本非常的高，就靠人类远程遥操作收集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数据质量比起自动驾驶更是差了好几个档次。其次呢 VOA 的模型尺寸还是太小了。你看主流的 VOA 模型尺寸呢，大概就是几十亿跟大语言模型动不动就上千亿甚至上万亿比起来，简直就是个弟弟。所以现在的 VOA 数据量和模型的规模还远远没有摸到它的潜力极限。知乎上有一句名言我觉得也可以套在这里以大多数模型的规模和数据之少根本轮不到拼模型架构。像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姜磊就认为强化学习跟模仿学习都需要进入 scaling law 法则，并且业界呢需要去探索云端和终端的算力协同分配。讲人话就是模型和算力要越大越好，本地装不下就把机器人大脑放到云上，这样才能用上上千亿参数的大模型不过对于延迟要求非常低的交互任务，如何解决延迟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你让机器人去拿个鸡蛋，中间网络延迟个几毫秒结果蛋碎一地，我相信你也不会乐意。再来说第二派也是更多大佬看好的方向，那就是世界模型。像杨立坤就不用说了他一向都认为带世界模型的架构，比如他自己提出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才是 AGI 的正确发展方向。李飞飞的 WhatLab 呢，也是致力于创造一个能理解三维世界的空间生成模型。上面我们说过了，当前的 VOA 像英伟达的 GR00T 并没有真正的学习到物理知识，它不能理解把一个东西放到另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世界模型呢，正好能补足这个空白。对世界模型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观看我的这期视频，那里我结合了几个实验，对世界模型做了更详细和通俗易懂的解析。这里就简单提一下世界模型的本质主要有2点。第一呢，它要有预测的能力，能预测环境在一个给定或假设的动作下会怎么变化。高级点的说法就是反事实的推理。稍微跑个题之前网上不是有个争论吗？像 Sora 这样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画面看起来好像也遵循物理规律，有一定的因果感，那么它到底算不算世界模型呢？我的看法是不算。为什么呢？因为 Sora 它不能接受智能体的动作输入它也不能基于动作输入来预测未来的状态，所以无法用来做决策和规划。从这个定义上看，Sora 在不做架构调整的前提下呢，确实不能称之为世界模型。好了，跑题结束接下来讲世界模型的第2个特点那就是它能够让 AI 在自己生成出来的场景里面去做训练，就像在梦境里面去练习一样。我们上面提到过强化学习成不了的一个原因就是仿真场景太单一了，拟真度也不行。强化学习本身呢是一个好东西，前提是要拿够真实的环境数据去喂它。所以要是把强化学习和世界模型结合起来，让机器人在世界模型的梦境中通过强化学习试错和优化策略，训练完成之后呢，再迁移到真实的机器人上，这一套流程简直是完美，可以说是当今 AI 界最性感的技术路线了。可惜的是要训练出这样的世界模型非常难，还是要有大量的包含机器人交互的数据目前已经有的世界模型应用呢，大多还是非常的原始，比如能玩个游戏。 Google 的 Dreamer4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简单的讲 Dreamer4 就是个带世界模型能玩 Minecraft 我的世界的 AI它看到的是和人类玩家一样的画面，也就是像素帧，输出的呢是键盘和鼠标操作，比如移动、挖方块、放置方块等等就跟人类玩家是一模一样的。目前它是唯一一个能独立的完成 Minecraft 钻石挑战的 AI。这个挑战需要 AI 能够有规划的完成2万多次的鼠标和键盘操作那么它的世界模型是怎么训练的呢？很简单，把大量玩家玩游戏的视频和操作数据喂给它就行了。模型呢会自己学习环境的规律和游戏的玩法，训练好之后它就可以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进行强化训练了。你可能要质疑了，不就是个玩游戏的 AI 吗？跟机器人真实的物理交互差别太大了吧，没有意义其实不然。Dreamer4 论文的作者用现实机器人的数据集
通过相同的方法训练了一个适用于机械臂的世界模型，然后让这个世界模型去预测机械臂在不同动作下的画面如何变化。结果发现它预测的物体运动、碰撞、掉落都符合物理规律，而且呢，动作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非常清楚。这说明了什么？世界模型用在机器人领域，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所以带世界模型的人形机器人也许会很快出现。而在这类机器人出现之前呢，让机器人做饭、带娃、干家务大概是不太现实的。最后我想说科技发展从来不是靠表演走出来的，比起走捷径、搞花活，老老实实的卷技术、搞创新，可能才是唯一的出路。特斯拉用遥控丢人吗？一点也不。那么特斯拉为什么不大大方方承认用了遥控呢？也很简单，因为他们要维持领先全世界的形象。现在特斯拉市盈率是多少？280倍，说是市梦率完全不夸张。2024年的净利润差不多是70亿美金。稍微做个对比丰田汽车的市盈率是10倍，但是丰田的年净利润可是有300亿美金的，这中间的差距靠的就是对特斯拉机器人业务的想象力了。所以老马必须要小心翼翼地维护住这个想象力，不然他那1万亿美元的工资可是要打水漂的。我们作为普通人呢，也别被那些光鲜的视频冲昏了头脑。机器人动作做得再漂亮，也不代表它真的就很先进。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至少在机器人赛道，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接下来真正决胜负的是谁能先做出范式突破，不是把某个 benchmark 再提升几个百分点，而是那种能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就像深度学习彻底改变了计算机自觉，端到端自动驾驶颠覆了传统支架。谁能在机器人领域完成类似的范式转移，谁就能握住未来这个数十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不是夸张这绝对是工业革命级别的机会。而今天你看到的这些遥控操作、笨手笨脚的动作，看起来简单到爆的世界模型其实都在为那一刻铺路，而那一刻不用怀疑，一定会来。我们这一代一定能亲眼见到 AGI 诞生的那一天。好了，这是路易斯科技漫聊，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欢迎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再见。